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谷歌产品经理硅谷大舅。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采访 IntelliPro 的创始人和 CEO 金一素先生。那 IntelliPro 呢是全美最大的双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那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别的话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读者里面有一帮人非常有兴趣，想知道什么呢？关于职业发展这个话题，特别是站在从一个猎头业务的角度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想考虑回中国去，那这样的事情从 IntelliPro 角度来说，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所以我们首先请，比如说一苏，你既然是非常资深的猎头公司哈，你们最近几年有没有看到什么趋势？从中国来到美国来招聘的这些公司，跟往常有什么不同？现在这个时机点是怎么样的呢？好的，好，嗨，大家好，所有这个硅谷大舅的粉丝和听众，大家好，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对，那回到海归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过去这些年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作为在硅谷横跨中国和美国两地的这样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呢，现在操作也是在帮助很多很多的企业在招聘很多的英才回到国内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确实我们也听到了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也跟很多很多的候选人去交流。那么是不是现在是最好的一个 timing 呢？那真的是见仁见智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刚刚入行的年轻人的建议呢，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个实习的机会，工作2年3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在美国学校留学出来以后呢，进行更多的一个知识和经验的，尤其是实际的工作经验，这种 hands-on 的经验的一个积累，然后再回国发展。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应该是一个更便利的，而且是一个更突出能够提升大家自身价值的这样的一条路径，可以说是更好的一个捷径因为从国内的用人企业来说，他从你身上需要得到的，其实不是你在学校里得到的这些知识就够了，而更多的是希望你在实际过程之中所获取的管理的经验也好团队之间的协同的经验也好还有项目的这个管理、项目的推进的等等这些经验也好，还有质量的把控的经验等等等等，用人单位都是希望能够在你们身上看到并且吸收这样的养分当你回到国内参加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对吗？这个时候呢，所以你在美国的原始的这累积就变得尤为重要。那么同时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得到3、5年的这样的经验积累以后呢，那么你的身价，你再回去以后，你找的不再是 entry level 的这种工作，而是一个相对较资深的一个岗位，甚至是 principal 这样的一个 level 的这个职位呢，那么对你个人来讲，也算是进入了人生职场的一个快车道。在我看来呢，如果你在美国的大厂，哪怕是在美国的初创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历练，我觉得对你会是一个很大的增值的一个部分。这是我的观点。当然，如果你想的是我回国创业，这个就不同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创业的话，就需要看创业的 timing 了。这个呢，就跟你的经验积累可能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在时间上可能如果有冲突的话，那么你还是根据你要创业的这个计划为重明白，这是我的一个观点。那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很多人这个在美国工作3到5年之后，再被算是挖回国去吧，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级别的机会。你观察到先说级别吧，我们再说一下收入，从级别角度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增长呢？比如说有人跟我说你回国之后就可以涨3级，就是你本来是一个什么高级的人士，就会变成总监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你能看到从级别从责任范围内，如果回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去这种对等的大厂比如你这边跳回国去到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等这种大厂，那么这个级别呢几乎不太可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增长一下跳跃式增长应该也就是涨个1级甚至有时候连这1级都没有涨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是级别比较高，你在这边已经是level 6这样的级别，那么你回去可能能够得到一个更突出的岗位，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不过如果你回国呢，是到国内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尤其是求贤若渴的这种 startup， 那么你的级别确实可以连涨几级，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还见过说有这种
美国这边的 principal engineer 回去直接做 CTO 的这样的经历，对吧？当然这个要看不同的公司，它给你的级别设置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国内呢，企业也有一种偏好哈，喜欢招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大厂的人回去做 CTO，这样我想他们也是从融资啊，从其他的一些角度的思考，从这些角度出发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决定。确实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跟这个国内的这个企业需求相关的。你稍微总结一下，你刚才讲就是说，大厂对大厂呢，一般是增加1级左右，就是比如说你本来可能不管人，这边的管人了，管人管多1级的人，这样子也不是很多。那如果去小一点的话呢，就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高。而且你刚才讲的是偏技术类的，对不对？就是工程师这个的，但是应该这个东西不仅仅适用于这个技术，对吧？其他的方向，比如我们产品经理，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出现，对吧？当然，好的，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收入吧。那级别是一回事，收入也是一回事。那据我所知哈，就是在硅谷这边，还是工程师为例吧，普通软件工程师收入还是不低的。那如果回国去之后，假设你就给他升1级，这个收入上来说会有变化吗？会变高吗？会变低吗？或者怎样？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观察哈，这个当然是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看到的呢是这样的：如果是级别比较高的这种，无论是工程师也好，产品经理也好还是一些管理者、管理岗位的人也好，那么当你有大概7年、8年甚至更多经验的这样的资深人士来讲，那么你回到国内，基本上这种如果你去比较一线的大厂，工资呢是跟美国相匹配的甚至是还有一定的增幅毕竟职级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工资这方面呢跟美国相比以抛除税收等等这个因素之外呢，应该是你最终能够获得的这样的报酬应该是具有可比性的，甚至更高一点点。但如果你是只具有这个一两年或2、3年工作经验的人，除非你身上带有很强的这种光环，是 Facebook、谷歌、Amazon、亚马逊这等等这些公司出来的，除非是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否则的话，你的没有这种光环的话，那么工资呢，往往有可能会降一点点。因为国内的这个级别的资源池相对比较大，竞争也相对比较激烈。那么对于国内的老板，他们的考量呢，或者国内这些大厂的 HR 他们的考量呢，是这样的级别，他们也非常的需要，对吧？毕竟是有很扎实的这种海外的这种历练，那么也需要。但是呢，这种人并不是很难找。当这个资源不是很稀缺的时候，那么反映在工资上呢，可能你回去以后和国内的同级别的同事的工资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你可能会面临一个降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明白。那我听上去我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工作经验在美国基本没有或者比较少的话，你还是先别回国。就是这个时候你收入也会下降呢，也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但是呢，你在美国如果这个经验积累的比较扎实了，5年、7年甚至8年，已经是在硅谷或者是美国这边已经是比较资深人士的时候，这个时候回国，不论是收入还是级别等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deal。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只是一方面，你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要知道，我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案例，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他前年给你发出这样的橄榄枝，但是你没有去，后来结果他把你的同一级别，甚至比你级别还低一级的人招过去了。等过2年以后，你再去这家公司去应聘，你会发现你已经完全拿不到这样的职级了。甚至你还要去汇报给这个原来比你低一级的同事，因为他已经在过去这2、3年，他已经稳步的发展，稳步上升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国内的公司本身进步非常的快那么个人呢也是水涨船高，因为他进去的 timing 非常好，他拿到了更好的这样的机会。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常说上车要趁早有时候你牺牲了一些这个基本薪资，但是呢你或许可以在股票在奖金等方面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弥补，甚至是超过在美国的这个总体 package 的弥补，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对于想回国的人来说，不能只看他当下拿的那个 offer， 对吧？你看当下那个 offer 可能不一定是特别高的，但由于你处在这个中国的某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快速发展工资，你过几年一下子你可能你的收入或者各方面都会有大幅提高，比在美国发展要快。这都是有可能的，没错。所以我跟广大同学们和这个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从来都提第一看行业第二呢看这家公司也就是说行业是朝阳行业，行业是有非常长足发展前景的这样的行业很重要。第二呢，如果你所加入的这家公司呢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佼佼者
而且有很大的这样的市场发展空间的这样的公司这是第二个也很重要的因素。第三，看老板。这个老板呢，不仅仅是说看这家公司本身的 founder 等等，也看你所要直接汇报的这个老板，他的见识、他的心胸、他的能力。那么你跟对了一个老板，这个对你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讲，对你个人的见识的增长也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而且好的老板他一定是非常 generous 的，那么你在他底下工作呢，你就会得到了很多这样锻炼的和晋升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从来觉得行业、公司和老板这三个都很重要。那既然你们是就是非常大的猎头公司，你们应该也是挖了不少人从美国到中国去。我相信他们一部分人应该是做得不错的，但可能也有部分人就是不一定很适应中国的这个职场。据我所知，那很多人他之所以很担心回中国去，原因就是怕不适应，比如说什么996啊，什么年龄红线啊等等之类的。那你所看到的这些情况来说，对这样的一些有担忧的人，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观察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人他们回去之后适应的好，什么样的人他回去就适应的不好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要回答呢，有时候是不光是从工作方面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生活方面大家的适应或者不适应，最终决定这个人是去还是留。还有呢，工作之中你选择的这个是大的公司还是小一点的公司，那么这个平台的选择对你最终的是否可以适应，也产生了很具有决定性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对，那么我见过比较多的这种有大厂可能不太适应996，或者说有不太适应这种相对比较多的这个同事之间的竞争，甚至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这样的不适应感。对，还有呢一些呢就是说去相对较小的这样的创业公司，那么创业公司你也知道，在国内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从融资的角度从这个市场竞争的角度从同事之间这个因为公司比较小，那么谁跟老板关系好一点，谁跟老板关系没有那么好，这个有时候是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让你会有更加不太适应的这种感觉所以这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人才回流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在国内工作了几年时间，现在也纷纷要申请说在跟我们讨论说我想回到美国来发展了。那么还好我当年还有绿卡那么我现在还可以回来这种现象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就追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在美国工作，又回中国又回美国了，美国的企业如何看待这些人在中国的工作这几年的经验呢？比如说他在中国带一个100人的团队，他再回过来，在美国来还会给他100人团队带吗？实话实说，我认为这个是具有比较大的挑战性，因为是就我所看到的现象呢，基本上你在国内做了蛮多这种管理型的工作甚至带100人、200人的团队，那么到美国来呢，基本上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少那回来呢，主要还是从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开始做起，发挥的还是更多的是这种技术工作来为主，对，而不再是管理岗位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为就一个人他比如说在美国工作几年就挨着继续做，和他回国去做几年再回来之间是差不多的，你会怎么理解吗？就是并没有好也没有坏。我觉得这个真是看每一个 case 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他有追求，你就是把他放到南极他回来也应该是一个佼佼者。对，那关键看每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规划以及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是有较高追求的一个人，那么他无论在哪儿他一定是发光发热，他一定是这行业的佼佼者，他也一定是在职场上是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回国去的话，也许拿到美国身份之后再回国不失为一个办法，避免你回去之后发现自己不适应没有退路，至少你多少有个退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精神的话，如果他还有退路，那恐怕他就没有这种 all in 的这种精神来做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妨碍他的发展。对，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生活考虑的方方面面全都考虑周到，思前顾后然后绿卡也拿到，这个时候我再去想回国这个事儿，恐怕很多好的机会也丢掉了所以在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以这个机会为最高考量，其他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再放到其次只有这样勇往直前的往前走，你才可能在职场上或者在自己的创业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加长远，能够走得更加成功。
好的，这个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先插入一条广告。那本次节目呢是由硅谷大舅频道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那我们频道的目的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这样让你的职业生涯发展的越来越好。那现在大家屏幕上看到的一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小助手的二维码，你呢可以添加这个二维码，让他拉你进我们的读者群。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分享和活动在这个群里面。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给我们点个赞。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看到，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看到更多像类似的好节目，因为我们的算法知道了你的诉求。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最后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讲过了，如果说比较资深的人回去之后，那么他们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机会吧。但是，一般资深的人，他们的移动性也不是很高。比如说，很多人都已经结婚有孩子，那么你看到这些情况，他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移动性的呢？比如说，他们如果有老公有老婆在另外一个国家，小孩在另外一个国家，那他们最终是怎么回国去的呢？这个一定是跟自己的配偶和家人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商，然后呢，双方达成一致以后再回去，这样比较妥帖啊。我见到的回国相对比较成功的，往往都是安置的比较妥当的这些同学，最终能够得到一个更长足的一个发展。如果你家庭都在美国，那自己只身回到国内发展，那么对你来说，家庭也是一个牵绊，这个时候呢，往往也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下决心回国的同学呢，请跟自己的家人应该好好的协商一下。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其实如果要回国去，就全家一起回去。就你看的情况，这种情况比较成功吗？说实在的，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嗯，对，那么我们也辅助了一些这样的家庭回到国内共同发展。对，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解决打包，对配偶的这些就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对，回国的这些同事呢，他们往往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人士。那么回到国内，也许他们的配偶不需要再工作，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但专心的去教育孩子，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我问一个可能比较突发奇想的问题哈，那你说那些招聘公司有没有可能说，我为了挖你，我把你的配偶的工作也解决了吧？有这样的情况吗？啊，我见到过这样啊，的，真有啊，真有这样的。的。对，你要知道，国内很多大厂为了帮助这些人才，尤其是他们真心想吸纳的这些人才回到国内去发展，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包括孩子上学，包括住房很多方面都提供了一些便利啊。哎，我有点好奇，住房一般有什么样的好处？就你看到的？住房有住房补贴，然后有时候呢，一些地区性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于这种达到一定级别的，比如海外的博士回国，那么可能会给予一些这个住房的优惠，比如购房的优惠，我们都见到过啊。这个北上广深都这样吗？还是主要是二线城市？这个北上广深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政策，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见过。这个不仅仅是限于一线、二线城市，其实有时候抢人也是非常的不遗余力。所以我们读者中如果想要回国的话，到时候谈 offer 的时候要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对吧？有没有一些这个住房的补贴啊、买房的补贴等等之类，甚至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好处，对吧？好的猎头公司呢，它会帮助你去打听，帮助你去整理这些资源，然后分享给你的。不错不错，这就是比较资深的猎头公司，就比如说像 IntelliPro 这样可以提供的一些价值。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尾声了，也非常感谢一苏在3期节目来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不知道一苏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话，或者我们大家什么想帮到你的地方？好的，谢谢 Big Joe 啊。那在此之际呢，我祝愿所有的 Big Joe 的粉丝和听众们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发展规划，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自己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分享到的如果你看到了非常好的机会，它真的是符合你个人的兴趣，然后也符合你的志向，那么就请你抓住它，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思考太多，以免错失良机人生其实就像我们在操场跑圈一样当你毕业之后，可能人生就只有那20圈是你发挥突出成绩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毕业之后的20年是最为重要的。那么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勇往直前，不要畏惧艰难，畏惧前路的未知而裹足不前那么在此给大家以美好的祝愿祝大家在职业发展上，在生活之中
都能够节节上升，能够扎实的走出每一步。嗯，那么我也喜欢结交朋友啊，如果有朋友愿意和我们做更多的这种交流啊，如果也有同学想回到国内去工作，甚至在美国寻找这个实习或者工作的机会，也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谢谢大家。对对对，我正好想说这个事儿呢。你像很多公司想要招人，问到我都推荐给一苏去。如果有同学想要找工作找到我也给推给一苏去。所以说大家以后不管你想招人还想找工作想回国，你都跟这个他们 IntelliPro 联系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屏幕下方放一个这个联系方式。好的，谢谢 Big Joe。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一苏。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给我们点一个赞。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记得订阅，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而如果你是在 B 站上的话呢，感谢你的3连支持。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今天你主要的学到的是什么，特别是在回国这个角度来说，你有没有什么收获？请在留言区怎么样写下来，这样帮助你有个更好的一个记忆。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谢谢一苏，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拜拜。